他是资本主义的叛徒。这个叛徒名叫亨利·华莱士。作为一个离美国总统宝座只差半步之遥的男人，他是罗斯福总统宪法上的第1顺位接班人。他本该安稳地坐在金字塔尖，叼着雪茄，和财阀们愉快地切分战后世界的蛋糕，但他偏不。他干的事简直比左派还左派，就差把华尔街大亨们的饭桌连锅端了。这也最终导致原本有望接管美国的他，被极其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强行褫夺了接班人的资格。这一切的源头要从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说起。1941年2月17日，离珍珠港事件还有9个月。当时欧洲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英国老大哥正被德国按在地上摩擦。就在这个极其微妙的节点，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美国世纪》。这绝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这是美国资本精英向全世界下达的接管通告，核心逻辑极其直白，主要是4段。第一段，痛骂孤立主义。卢斯指着美国人的鼻子骂，美国已经是世界第1，居然还不愿意当老大，这是不可原谅的悲剧。第二段，定调美国坐庄。他霸道地宣布，20世纪必须是美国的世纪，美国要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任何手段向世界施加全部影响，这意味着未来的定价权和游戏规则必须由华尔街说了算。第三段，高维度的帝国主义。卢斯很清楚，派军队占领地盘成本太高。高伟的玩法是文化与商业的双重输出，要把美国的工程师、产品和思想覆盖全球，建立一个自由企业实为跨国垄断的世界。第四段，抢占道德制高点。他呼吁美国要做世界的大善人，用粮食去喂养饥饿的人，从而顺理成章地建立起美国价值观繁荣的世界秩序。美国世纪给美国的资本巨头们打了一针鸡血，为他们的全球扩张找到了最完美的道德外衣。彼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正担任经济战委员会主席，手捏同盟国战略物资调配的生杀大权。面对这套资本图纸，他嗤之以鼻。1942年5月8日，他发表了震古烁今的演讲《平民的世纪》。他掏出了3刀，直戳资本心窝。第一刀，重新定义二战。他表示，这是一场奴役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的决战。正如1862年的美国不能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1942年的世界也必须做出抉择。华莱士用了极其危险的类比美国南北战争，台下的南方保守派大佬听得脊背发凉。他等于把反法西斯战争升维成了一场全球废奴运动，枪口同时对准了国外的法西斯和国内的剥削者。第二刀，粉碎盎格鲁撒克逊的傲慢。他表示，没有所谓的美国世纪，即将迈入的必须是平民的世纪。俄罗斯人、中国人、印度人和美洲人，他们学习读写和操作机器的能力绝不亚于你们的孩子。这一段杀伤力堪比核爆。他等于在警告台下的白人精英，全世界的普通人都觉醒了，你们引以为傲的血统算个屁！靠垄断技术剪羊毛，把第三世界当人肉电池的时代彻底结束了。第三刀，清算跨国垄断卡特尔。他表示，为美国人的贪婪和德国人的权力意志服务的国际垄断卡特尔必须彻底滚蛋。在二战最惨烈的时候，华莱士居然把美国本土大财团的贪婪和法西斯钉在同一个耻辱柱上，因为他太清楚标准石油、杜邦等巨头在战前和纳粹的利益勾结。他当众扒了爱国资本的底裤，并警告他们战后必须吐出超额利润。如果说1942年他只是掀了饭桌，那么1944年4月，他就是直接把华尔街寡头绑上了审判台。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雄文，名为《美国法西斯的危险》。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最大的法西斯不在柏林，就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豪华办公室里。法西斯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极端的贪婪，为了金钱和权力，他们会毫不留情地使用欺骗或暴力。他指出，这些财阀通过控制媒体，蓄意歪曲真相，制造社会裂痕。他们高呼自由企业，实际上是垄断集团的代言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同时动用国家机器的权力和市场的权力，将普通老百姓永远踩在脚下。一旦政商合一，普通人将再无博弈筹码。同时，他在文章提出一个概念：民主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把美元放在第2位。很多既得利益者喜欢忽悠老百姓，只要你有投票权，哪怕你饿着肚子，你也是自由的。但华莱士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能当饭吃的民主就是个废纸篓。真正的民主必须能提供充分就业，也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就凭这篇文章，你说他不是潜伏的异端，资本们是打死都不信。华莱士这把保护平民利益的利剑太锋利了。于是仅仅3个月后，1944年7月，被踩中死穴的华尔街金主、南方保守派和党内寡头们，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联手发动了一场暗箱操作。通过强行停电、警察堵门、利益交换选票，他们硬生生把这位民调支持率高达65%的准总统彻底踢出了历史舞台。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叛徒，更是罗斯福新政最后的一道护身符。当他倒下后，冷战的铁幕、军工复合体的崛起都已成定局。